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形影不离》。在葡萄牙有一座城堡被戏称为成人版迪士尼乐园，这是一个神奇的真实的童话故事。彩色的城堡名为佩纳宫，位于葡萄牙里斯本郊外辛特拉的山顶上。据说这座城堡启发了路德维希2世在德国修建新天鹅堡，更激发了迪士尼乐园的迪士尼城堡。佩纳国家宫殿简称佩纳宫，是葡萄牙皇室的美丽夏宫。根据费迪南德2世的严格规定，他希望宫殿成为建筑风格和色彩的大熔炉。距里斯本仅30公里的钦特拉小镇一直是葡萄牙的几个神话、传说和超自然现象的背景地区。在森林覆盖的群山之中，拥有众多的宫殿、别墅、豪宅、城堡和教堂。其中最令人惊叹的2个景点就是佩纳宫和摩尔人城堡。通常游客们会在前往佩纳宫之前，先游览葡萄牙版的小长城摩尔人城堡。摩尔人城堡是8世纪和9世纪由摩尔人建造，他们在中世纪征服了葡萄牙和西班牙。城堡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辛特拉镇和里斯本市。摩尔人与基督徒在城堡上战斗了几个世纪，直到葡萄牙的第1任国王阿方索1世征服了里斯本，城堡才几乎被废弃。1755年的地震更是将城堡彻底毁灭。费迪南德2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王子，曾是皇家科学院和艺术学院的院长。他喜爱这座城堡并将其修复，从城堡的顶部可以看到辛特拉皇冠上的宝石。费迪南德2世的最爱佩纳宫。佩纳宫的宫殿花园拥有5000英里的蜿蜒小径、亭台、桥梁、池塘和异国风情的树木。丹麦作家安徒生曾在辛特拉度过了许多时光，他曾将其描述为自然与艺术相得益彰。神奇的花园和彩色的城堡必定会给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带来启发。穿过花园登上山顶，树木变得稀疏，混搭风格的佩纳宫映入眼帘。被许多人称为艺术家之王的费迪南德2世委托德国建筑师艾什韦格建造了这座宫殿，走近一步就好像穿过爱丽丝的镜子进入了仙境。不可想象，建筑师敢于将中世纪文艺复兴、哥特、摩尔和曼努埃尔建筑风格融为一体。其实在12世纪时，这里只有一座小教堂。1493年若昂2世夫妇来此朝圣，后来继任者曼努埃尔1世建造了修道院，但在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中，修道院与摩尔人城堡一样被夷为废墟。1838年，费迪南德2世国王在公开拍卖中收购了修道院及其周边的土地。1839年开始修道院的修复工作，接下来的40多年里，又在此基础上扩建出了皇室的夏宫。佩纳宫可以说是葡萄牙最好的旅游景点之一，是19世纪浪漫主义建筑风格的典范。整座宫殿是享乐主义的混合，有生动的彩绘露台、装饰性的城垛和神话般的雕像，所有这些都与群山森林郁郁葱葱的绿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佩纳宫的内部同样令人着迷，经过大量修复后反映出来的都是1910年的装饰。当时共和党革命后，葡萄牙皇室贵族离开城堡逃往巴西，看着王室的宫殿被装饰得极尽奢侈，不难理解当年葡萄牙人推翻王朝统治的心愿。许多的室内装饰品对艺术、文化和科学都有微妙的契合，100多年前做到如此程度，放到现在来看依然具有时尚感和现代感。放眼望去，整座城堡红色部分是原始的修道院，黄色部分则是新扩建的皇室宫殿。佩纳宫于1910年被指定为葡萄牙国家纪念碑，是辛特拉文化景观的一部分。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，2013年更被纳入欧洲皇家住宅网络。佩纳宫的游览门票有公园、宫殿和摩尔人城堡不同的组合，从里斯本乘坐火车到辛特拉，然后343路旅游巴士可直接抵达。有很多朋友会问，当年的佩纳宫是这样的大胆配色吗？其实佩纳宫原始绚丽多彩的绘画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开始逐渐消退，到20世纪90年代，宫殿的外观已经相当的单调和沉闷。在1996年，佩纳宫进行了广泛的修复工作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粉刷外墙的原始颜色。这种生动的配色方案让一些辛特拉更保守的居民都感到震惊，但正因为这魔幻的色彩搭配，佩纳宫每年可吸引来数百万游客。怎么样，你想去看看吗？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